3000年前，一个男人不得不第3次吐掉口中的食物，着急出门见人。他不是邋遢，而是异常忙碌。而他吐出的是缔造中国第一个太平盛世的顶级阳谋。大家好，我是杜如慧。今天要给大家揭秘的是史上最强打工人周公，以及他身上3个炸裂的标签：擦屁股专家、洗脑大师、文明概念神。要理解周公所面临的难题，我们就必须简单回顾一下商周更替时候的恐怖景象。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800诸侯作为盟友，浩浩荡荡地杀向了商人的首都朝歌。而此时，殷商大军正在千里之外的淮夷作战。朝歌城里，纣王无计可施，只能组织奴隶犯人仓促迎战，开赴牧野。然而，奴隶和犯人斗志全无，一触即溃。在周人强大的冲击之下，他们为了活命，反而倒戈相向，调转枪头，与商人乱打一气。至此，纣王的最后一道阵线也被冲垮了。1天之后，大势已去的纣王自知无力回天，他返回朝歌城内，登上露台，穿上朱衣蒙身的宝衣，投身到了熊熊烈火之中，自焚而死。至此，商朝灭亡。周商之间这场改变上古文明的大战，就是大名鼎鼎的牧野决战。然而，灭商只是周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甚至可以说，灭商反而使得周人的处境更加凶险了。首先，尽管周灭商是进步的，但是在各个部落和诸侯来看，周人毕竟是以下犯上，无力王权，这在当时就招致了很多人表示不满。比如伯夷和叔齐就公然表态，发誓不食周粟。其次，殷商有600年的统治基础，威望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周人还是趁商人主力不在的情况下偷袭成功的。所以，即便纣王已经死了，周人还是要小心翼翼地尊称商为大邦商、天以商，而非常谦虚地称呼自己为小邦周，我小国。最后，跟殷商相比，周人的文化那是相当的落后。当然，这里说的落后，并不是理念上的落后，而是物质文化上的落后。周人只是商人下属的一个邦，一个地处于西陲、常年居住在洞穴和较洞、善于农耕的蛮邦。而大商呢，则是受天神庇护的骄傲的太阳神的后裔。在当时的观点来看，周人和商人相比，还是难免显得有些土老帽的。也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危机中，周人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地震。伐商成功之后的第2年，周武王猝然病逝。这就相当于一家来自于乡镇的企业刚刚拿下全国市场，老板却突然病逝，只留下一脸懵的干部和员工了。危急时刻，有鉴于新即位的周长王过于年幼，不能亲政，咱们这期的主人公周武王的4弟，成王的4叔周公旦临危受命，代成王行使天子之权，执掌周朝国政，史称周公摄政。然而，此时刚刚坐稳江山的周人，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都有分歧。统治阶级内部本来就存在猜忌，而更为严重的是，周公摄政，履行天子职责，这违背了王位世袭、父死子继的传统。一时间，周人内部的各级权贵都觉得，周公这厮肯定是想趁着天子年幼取而代之。所以，猝然而逝的先王、嗷嗷待哺的小王子、一大堆虎视眈眈的兄弟，以及向来心不服口也不服的殷商旧人，都在憋大招。这就是周公上班第1天面临的困难。很快，对周公，甚至是对整个周人的挑战就到来了。先王周文王一共有10个儿子，老大就是大家熟知的伯邑考，被做成了肉酱；老二呢，就是周武王，在伐纣的之后就溘然长逝了。此外，还有老3管叔先、老4周公旦、老5蔡叔度、老8霍叔封等人。当年武王伐纣虽然成功，但其结果无非是将纣王逼到投火自尽，周人并没有完全的彻底的征服殷商。更何况殷商的主力军队还在淮夷作战，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此，为了安抚殷商旧民，周人按照惯例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在了殷地，那意思是殷人仍旧能够主宰自己家乡的命运。当然，为了防止武庚作乱，周武王又把老3管叔、老5蔡叔、老8霍叔3个兄弟封在了殷地的周围，用以监视武庚和殷人，而这3人被称作3监。本来吧，周公及时出面代行天子之权，是为了避免武王的去世引发天下动荡，但流言蜚语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周公无论是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遥远的鲁国以示臣子之心，还是跟姜子牙、赵公氏表明心迹，都无法制止人们对他的攻击。尤其是老3管叔与老5蔡叔等人，他们对周公执政深感不满，充满了记恨。而与此同时，纣王的儿子武庚为了复国，又暗中联合管叔、蔡叔，并号召东方的兖国。
博姑、徐国、能营等诸国一起造反，打出旗号，发动反周战争，史称三监之乱。想象一下，一会儿是刚刚灭了商人的三叔，一会儿是有灭国之仇的武庚，还有一群是跟商人有百年血仇的怀疑诸国，这三股水火不容的力量竟然联合起来反周，可见周公面临的摊子烂到了什么地步。不过三兄弟一怒而反，但他们似乎忘了，老四周公并不是第一天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相反，早在文王、武王时期，周公就是周人阵营当中最能打的那一批。因此，面对三叔的作乱，周公坚定地执行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原则。他丝毫没有犹豫，果断出手，狠心镇压，联合西方忠于周人的部落，率军出征。任何不以武力征服的文明，都注定无法长治久安。这场被周公东征的战争打到第2年，周公大获全胜，他杀死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和自己的亲哥哥管叔，流放了蔡叔，又将霍叔贬为平民，击溃了诸侯联军。但平定三监之乱并不是这场战争的终点。周公清醒地意识到，2年前的牧野决战，周人只是侥幸，甚至有些胜之不武地打掉了一个商朝的首都，杀死了一个商朝的君王而已。周人的天下并不稳固，因此他决心借用此次东征荡平整个东方。武王伐纣用了1天，周公东征用了3年。也正是这短短的3年的时间，周公先斩武庚，后灭三监，先灭博姑，随后建衍，也就是将衍国存在的痕迹全部摧毁，再接着连破东夷19国，彻底征服了东部。最后为了除恶务尽，周公甚至一路穷追猛打，追到了江南。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江南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人们认知里的世界尽头了。可以说，直到周公东征之后，周朝的势力才算稳定下来，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才真正树立起威严。在战争当中，周公表现出的蓬勃可怕的军事力量，让周王朝的疆域从原来的中原扩展到了东方与北方。而所谓周朝创业，此时才算勉强打下基础。话说回来，内部外部都被打服了，天下安定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按照一般的套路，如果道德高尚，那就应该选择激流勇退，回家养老；如果道德败坏，那就是一脚踹开小侄子，自己当周天子。但周公显然不会停留在普通人的思考层面，倘若他那么平庸，孔老夫子也不会终其一生的念叨：我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作为推翻商朝的亲身经历者，以周公为代表的这代精英们深知，仅依靠军事威胁、恐怖主义和霸凌主义是不可能长久制服各个诸侯部落的。毕竟当年商人的武力天下第一，动不动就能发起一场狂热的猎取人头的军事活动，但结果还不是被800诸侯共襄一举一举推翻了吗？更何况武力能征服肉身，征服不了灵魂。那些灭国后存留下来的殷顽民，压根儿从心底里就瞧不起周人，他们始终认为周人是来自于西部的落后的蛮邦，眼前的俯首帖耳只不过是一时的忍气吞声罢了。有鉴于此，周公决定从头开始，首挫一个更先进、更伟大的崭新文明，进而从根本上将殷商连根拔起。殷商是一个发展了600年的古老文明，它前面连着蒙昧的原始的新石器时代，而后面则是一个骄奢淫逸、天怒人怨的纣王为结尾。它有野蛮的一面，也有合理的一面，有发达的一面，也有该被扔进垃圾桶的一面。而这其中，当以人殉最令人窒息，也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所谓人殉，就是杀掉活人，祭祀给各级神明。作为一个奴隶社会，商人拥有一大堆神，天地、玄鸟、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列祖列宗，这些都是神，都需要大规模的祭祀。神一多，祭祀就要多，祭品的需求量就会大，这就促使商人不是在祭祀的路上，就是在抓祭品，也就是人生的路上。如果小伙伴们去过殷墟遗址参观，一定会对其中密密麻麻的骸骨感到不寒而栗。事实上，真实的殷商祭祀恐怕比考古遗址更加的让人头皮发麻。鉴于咱们是公共平台，小度也不能对这部分的内容大加渲染，我们可以用一则考古发现一窥商人人殉的可怕。在殷都宫殿东边的后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祭祀坑，这个坑不算小，直径 2.8 米，深度也是 2.8 米。主祭者先在坑底铺了一层很薄的小石子，然后又铺一层20厘米厚的黄土，并在黄土中埋了一些打碎的陶器。目前看还一切都正常吧，但紧接着主祭者就开始杀人了。第一轮杀了19人，2人尸身完整，5人被砍掉脚或者腿，10人只有头骨，此外还有2个零件，一个上颌骨，一条右腿。这其中青年男子3人，青年女子3人，成年男子2人，儿童4人，婴儿2人。在继续垫上一些黄土之后，是第2轮杀人。
这次至少杀了29人，完整尸骨的有19人，只有单独头骨的9人，没有头的躯干1人，其中能辨认出有青年男子8人，儿童5人。和第一轮相比，第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随后，主记者又向尸体抛洒了一层朱砂粉、一层卵石、一层灰黄色土，共计约35厘米。然后是第3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完整尸骨的有15人，单独头骨7人，无头躯干2人，其中青年男子6人，壮年男子3人，儿童4人。此外，所有青铜器都被埋在了这一层。在这一轮结束之后，主记者又在坑里厚厚地撒了一层朱砂粉，然后开始填土，并在填土的过程当中杀掉最后一个人。此人微微蜷缩在坑的东侧，被厚厚的黄土所掩盖。至此，一场典型的商代人生祭祀才算结束。可以看到，商人的祭祀绝不是简单的屠杀，而是有组织、有流程、有操作规范的一整套祭人制度。而且更骇人的是，在坑内杀人的同时，而其他的祭司们还在地面上进行着加工祭品、跳祭祀舞和吟唱祭文等仪式流程。根据胡厚轩先生的研究，甲骨记载商人至少杀了14000人用于祭祀，而结合甲骨与考古遗址，真实的数字很有可能突破数十万。而且商人祭祀的方式极端的残忍，有的斩首，有的活埋，有的劈成2半，而对祭品的加工方式更是恐怖，有的做成了肉干，有的做成了肉酱，还有的烹煮之后当场吃下去。可见人祭已经不再是一种风俗了，而是刻在殷商文明深处的一种基因。尤为可怕的是，人祭并不只是局限在丧葬当中，而是存在于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盖一座新房子也要祭祀人生。比如在小屯村附近的一座单体建筑的遗址当中，商人为了这座新家足足祭献了600个人生。事实上，在商代，祭祀本身就是最大的事儿。商人热衷于杀死俘虏，炫耀武力，并以此来增加群体的自豪感，本质上也是为了增强祭祀的仪式感。他们往往并非因为仇恨某人而杀人，而是要把此人祭祀给上天才杀掉他。甚至有很多战争当中，商人竟然舍不得把敌人杀死，而是将敌人打到失去作战能力之后，再千里迢迢地送回大商，然后在一场又一场的祭祀当中把这些俘虏杀掉。同时，这种观念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大量身份高贵、穿戴整齐、姿态俨然的贵族殉葬者出现在遗址当中。因为这些贵族并不觉得自己即将被杀，而是认为自己即将飞升天堂，去陪伴列祖列宗和天地玄鸟了。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祭祀场景需要大量的人生储备，因此发动战争就成了商人大规模捕获人生的唯一选择。所以我们就能够经常在甲骨文当中看到3邦方、4邦方等敌人，这正是商人四面出击、四处树敌的一种表现。也正是这种四处开火、疲于奔命的战争状态，最终导致朝歌空虚，拖垮了纣王。前公司商朝不信苍生，信鬼神，整个社会充斥着野蛮、血腥和恐怖主义。那到了新公司这儿，周公必然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为了彻底终结这个蒙昧的时代，周公首先祭出一破，就是破除野蛮残暴的人生制度。他规定，从今之后再也不许杀人祭祀，仅用1头牛、1只羊和1只猪祭祀就足够了。考古数据证实，人祭制度废除之后，周朝初年的人生数量急剧下降。等到了500年多后的孔子时代，不许用人祭祀就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共识。甚至当有人在丧葬当中使用俑来代替人的时候，老夫子便立刻痛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愤怒和担忧的是，这些达官显贵争相攀比，今天有人敢用俑，明天就有人敢用活人。好了，话说回来，破完了人祭制度，其次是立起来一个比商人各路神仙鬼怪都要高的神。刚才我们说，殷商是一个极度敬鬼神的文明，其中又以天地或者上帝至高无上。既然殷商移民信天地，那周公就借力打力，用一个更高的天命教训那些桀骜不驯的殷顽民。在上书当中，他严厉地警告商人说：你们这些殷商移民，因为纣王不敬上天，所以上天把灾祸降给殷商，并不是我们周人敢随意得罪你们，我们周人是奉上天的旨意来结束你们统治的。现在上天已经抛弃你们，转而支持我们了，谁又敢违抗上天的威严呢？当然，作为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周公在挥舞天命大棒对付殷商移民的同时，又开始借助天命来调整人的头脑。在天命的概念上，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价值理论。首先，天地只是天上的一个神，只能远远地待在天上，不会跑到人间化为人形，更不会对人间的事物指手画脚。
其次，虽然天地被禁言了，但上天依旧会保佑人间，尤其是会保佑那些行德正、勤政爱民、明德慎罚的人。一言以蔽之，天地庇佑的正是那些有德之人。无论是王、贵族还是民，只要遵从道德体系，就能获得上天的庇护。而那些横征暴敛、暴力统治的人，则必定被上天所抛弃。周公还根据这套天命理论，重写了夏商周3代更替的逻辑。在他的描述之下，夏朝本来是有天命的，但因为末代君主夏桀无德，所以天命就转移到了商人身上，才有了商汤伐桀和大商600年的基业。同样的，商人也曾受到过天神的庇护，但因为纣王无德，天命就转移到了周人身上，才有了周人如今的地位。听起来似乎很耳熟吧？没错，这就是后世中国3000余年历次改朝换代都会摆出来的底层逻辑：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经过天命观的改善，周朝初年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就从商代的敬神变成了崇德。可以看到，周公首先入手的是解决信仰层面的问题，但在搞定鬼神、价值观和道德问题之后，周公惊奇地发现，人间的问题似乎比天上更为严重。比如说，殷商移民依旧非常仇视周人，无论怎么劝说都不好使。再比如，天下诸侯都视当年的大商为君王，是仰视，但却把如今做天下的周人视作是平等的，如何保证他们不会有一天造反呢？还有，在遥远的北方，淮南和长江，那里是一片未知的世界，生长着不为人知的土著人种，周人要把脚步踏向那里吗？为了让这个新生的国家度过种种难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公进入了一种疯狂暴兵的状态中。当然，他的暴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士兵，而是各种直接影响中国3000余年的制度规范。首先，为了防止殷人再次造反，周公先是将殷人拆分打散，把史官家族、军事家族和那些高科技人才，比如说会酿酒的、会做青铜器的，全部都纳入到周人的阵营当中，像对待自己人一样善待这些商移民。《左传》中曾经记载，周天子分给鲁公，殷民6族，分给康叔，殷民7族，分给唐叔，怀姓9宗，就是典型的例证。甚至有时候，周人对待这些有才干的殷商移民，比自己人还要优惠。比如周朝初年，有鉴于纣王酗酒亡国的惨痛教训，周人对禁酒一事抓得极严，严禁各级干部和百姓饮酒，但却对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殷商旧民网开一面。在戒酒令当中，周公说：“勿庸杀之，姑为教之”，意思是不要杀了他们，姑且先教育着吧。在拉拢团结有志于与周人合作的殷人之外，对于那些死硬分子，周公又祭出神制一手，营建新都。在殷人旧都朝歌附近的不远处，周公修建了洛邑作为新的都城，通过在关键位置上建设一个周人的政治中心，周公有效地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特别是增强了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在新都的基础上，周公一方面将殷商移民迁都到了洛邑，可以更加直接地将殷人置于周人的管理和监视之下。另一方面，周王室又可以利用洛阳这个大本营，向殷商移民和广大的东方推行自己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道德观念等，并用几百年的时间从根本上将殷商移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彻底同化。比如许多年之后，作为殷人后代的宋襄公，面对礼乐崩坏的时代，却依然能够孤勇般的坚持周公当年制定的规矩，坚持不向渡河到一半的敌军出击。当然，这次新都的营造也正式开启洛阳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和13朝古都的历史脉络。再往后便是大名鼎鼎的分封制了。殷商时期，商王朝和其他的诸侯和部落的关系是一种奇怪的内外服制度。内服就是商王朝的核心区域，由商人直接管理，而外服呢，则是那些心向商人的其他部落，他们有的时候跟大商好的穿一条裤子，有的时候又刀兵相向，大打出手。分封制横空出世之后，周天子通过将土地和人民分配给王室成员、功臣以及贵族等，让他们在那些外服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属于大周的国。这就相当于周人直接把各个方国部落的土地据为己有，再加上诸侯高度的自治权，使得诸侯开疆拓土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毕竟只要打下来了土地，那就是自己的地盘了。由此，在古老的3300年前，分封制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把周朝打造成了一个极具进取心、扩张性的政权，进而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时代，将那时候中国所能够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几乎都开拓了出来。那就会有小伙伴问了，如果分封出去的诸侯不听话了怎么办？好说，周公早就想到了这一条。一方面，周朝根据周礼严格的限制各诸侯的兵力，使各国始终没有对抗周天子的实力。
另一方面，在西安、洛阳和阴地，周朝都组建了只属于天子的军队，也就是成周8师和西6师。有了强大的中央军坐镇，无论是殷人、诸侯还是未经开化的蛮邦，都不得不在绝对武力下低眉顺眼了。其实，军队制度的改革依旧是周公破天荒的举措之一。毕竟在此前，商朝的常备军是非常不完善的，以至于会出现在出征时，商王换各个大族派兵前来，集合完了去打仗，打完仗分完战利品之后又一哄而散的现象。再往后，则是与分封制打配合的，一样深刻影响中国历史3000年的宗法制。简单来说，宗法制调节了一个家族内部的关系，强制让一个血缘的人们必须相亲相爱。并且它还规定了各个角色之间的职责定位，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在民间，宗法制大大协调了家族内部的关系；而在政治上，这种和谐又能够极为有力地将统治阶级团结起来。比如周公的儿子鲁公伯禽，对于周朝来说，他是鲁国的诸侯，是臣子；但对于周天子来说，他既是诸侯，又是堂弟，反正都是一家人。那么在治国理政上，肯定是亲戚更卖力气了。其实周公在制度方面的创造远不止小多刚才说的那些。此外呢，还有五服制度、礼乐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成文法制度等等。那限于时长和趣味性，我们就不一一展开详聊了。3300年过去了，周公的历史功绩其实是被历代统治者有意隐藏的。人们或许知道他很厉害，但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究其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周公摄政这个行为历来为统治者们所忌讳。毕竟哪个皇帝也不愿意自己的叔叔代替自己行使天子权力吧。不过早在周朝，周公的历史功绩就已经彪炳史册了。尚书大传言简意赅地记述了周公的历史功绩。我们来看，周公摄政1年救乱，也就是1年平3监之乱；2年克殷，也就是消灭纣王儿子武庚，平定不服的殷人旧部；3年建衍，也就是彻底摧毁衍国，并在衍国的就地曲阜建造了一个新的周人的东方桥头堡鲁国，也就是合称的建衍造鲁。4年建侯卫，字面意思指的是分封了最小的弟弟康叔为卫君，并命令其管理殷墟附近的商朝移民。事实上，分封康叔正是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分封制的开始。5年迎成周，也就是向殷人就地插一把刀子，建立洛阳新都。6年治礼作乐，也就是确立了礼乐制度。7年治政成王，也就是在做完了上述所有事情之后，把政权交给了小侄子周成王，自己则事了拂衣去，安然享退休。这样一个武力爆表、洗脑大师、概念之神、文明总设计师，而且还是道德高尚不练拳的人，也难怪孔子会感慨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杜如慧，我们下期见。